5000？你居然只要5000？你是在侮辱我吗？啊，老板，3000行吗？管饭就行。闭嘴，给我听好了，15000，少1分钱你就给我滚蛋！大家别误会，我不是疯子，我只是单纯的想亏钱。系统绑定成功，公款余额100亿。规则：个人收入等于员工总薪资1%加亏损金额10%。听懂了吗？只要我疯狂招人，疯狂涨薪，把公司亏到底，我就能成首富。100亿呀，怎么才能花完这笔冤枉钱呢？35岁，大叔，我们要的是985研究生，不是要看大门的。去，别挡着后面的同学。我只是想养家糊口而已。少侠且慢！龙腾集团好大的威风，这么好的人才你们不要，眼瞎是病，得治。切，一把年纪还出来听人现眼。发现顶级人才 ，SSR 顶级牛马，忠诚度无穷大。捡到宝了，这种顶级社畜就是我亏钱路上的最佳合伙人。不是哥们儿，这个又是哪儿来的神经病？走，我马上带你去签合同。老板，那个 HR 说我是垃圾，我真的值5000吗？错，我都说了，是15000。这是对你过去15年受委屈的补偿，把银行卡号给我。老板，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这命我卖给您了。终于亏出去了。真给啊！不用等下个月15号。这是真的吗？我不喜欢欠账，这只是预付工资。老赵，把腰挺直了，拿了我的钱，你就是我的人。姓名：赵明轩，稀有度 SSR， 核心词条：顶级牛马，自我攻略，善于脑补老板意图，背锅侠，主动承担所有非必要责任。我去，居然还有自我攻略这种神技，这简直是为我的亏钱大业量身定制的卧龙凤雏啊！这15000花得太值了。宋总，咱们公司叫腾盛，我记下了。请问咱们的战略目标是？目标？让这个世界感受痛楚。不对，是让盛世腾飞。盛世腾飞。明轩，这就是我们的商业帝国。格局太有格局了！我原来的老板只想上市圈钱，跟您比简直是萤火之光。其实我只是想亏钱。老板，那我们现在是去哪 ？CBD 的总部大楼吗？不去 CBD， 去工商局。啊？去工商局干嘛？视察工作？去注册公司啊！公司还没注册，执照还没下来呢，你急什么？到了，走，那是咱们梦开始的地方。宋总，营业执照还得2、3天，那咱们的办公地点选在哪？一定要选风水好的。放心，二位老板，听口音是做大事的人啊！刚听你们说要去注册公司，还缺司机不？我这车技，燕京胡同我也能给你漂移进去。卧龙，你怎么看？专心开你的车，我们是正规企业，招聘流程很严格的，不是什么人都要。等等，发现 S2加人才，姓名王博翰，核心词条：温馨包打听，小道消息灵通，顶级社交，社交牛逼症，危机驾驶，关键时刻能把车开成飞机。缺，当然缺。包打听，这不就是我急需的败家向导吗？我要找那种快倒闭的、没人要的破厂子，正规中介肯定不理我，但这地头蛇肯定知道啊。师傅，别开车了，这车我包了。啥？人我也包了。月薪1万，以后你就是腾盛的行政总监兼专职司机。1万，老板，咱不经开玩笑啊！我心脏不好。卡号转账，立刻上岗。我的时间很宝贵，没空面试。老赵，以后他是你同事了，别欺负新人。我没有。老板，钱我收了，事儿我得办。您刚才说要找便宜、带设备、
快倒闭的厂子，这地儿最合适。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剩下一堆工人和烂机器。您要是想捡漏，这儿绝对是抄底价。这哪里是公司，这是废品收购站吧？老板，咱们走吧，这也太晦气了。晦气？不，这里简直是天堂啊！哦呦呦呦，老板，我保护你。喂，把狗拴好，不想干了是吧？没看见大老板来了吗？要债的还是收破烂的？老板早跑了，里面没东西给你们搬。哈哈哈，我不收破烂，我找能画室的人。什么人？别紧张，我是来谈合作的。走吧，老板，咱再找找其他厂子。这不仅仅是倒闭，这是入土了。设备全是80年代的，工人平均年龄估计得有50岁，全是负资产。咱们走吧，这钱咱不赚了行吗？是啊，老板，这帮老弱病残，遣散费都够你喝一壶的。要想接手，得把他们全开了。你们如果是来买废铁的，去后院，只要我还在，谁也别想赶走这些老伙计。对，这是我们的厂子。别不识抬举，要你们的厂子是大老板看得起你们。小伙子，我耳朵不好，你再说一遍。老赵、孙二姐，干他！设备老旧意味着维修费是个无底洞，工人年纪大意味着效率低下，还要付高额医药费。这哪里是负资产，这简直是……对，这是我们的厂子。梦中情场啊！都给我把手里的家伙放下！废铁、破烂，不，这厂子我接了，但这堆破铜烂铁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们。在座的各位，一个都不许走，我全都要。另外，听说钱老板欠了你们工资，把账本拿来，我替他还掉。小伙子，大爷我不识几个字，但我不傻。原来的老板给我们开3000都跑路了，你这上面写底薪6000，还双休，你是想把我们骗去干什么违法的勾当吧？我们可不干。大爷，这怎么是骗人呢？这是我们宋总，虽然我也觉得这合同离谱的像诈骗。大爷，这叫企业关怀。我只要你们做床垫，合同白纸黑字，公章都盖了，刚刻的萝卜章，你怕什么？等等，条款第8条，入职当天，甲方负责结清乙方此前所有被拖欠的薪资，不发以前的工资，那是钱老板欠的，这个新老板也管。老板，涨工资我也就忍了，补欠薪是什么鬼？那是前任的烂账，是20多万啊！咱们刚注册，账上资金……老赵，格局打开，不把旧账平了，他们怎么安心给我亏钱呢？啊，哈哈哈哈哈！文斌是吧？把账单拿来，现在就发。系统划掉，财务打钱。到了，真到了，5800，全到了。活菩萨，这是咱们的救命钱啊！当前任务切盘侠已完成，资金消耗28万，员工忠诚度锁定死忠，获得 BUFF 全员狂信徒，每天工作25小时。等等，死忠工作25小时？别啊，我是让你们来拿钱养老的，别给我内卷啊！罢了，人有了，接下来得把这破厂的地皮搞定，配车去国土局去租地。你要租那个废弃床垫厂周边的荒地，那里可是郊区中的郊区，不通水不通电，只有野草。按政策，这种劣质地块年租金2000一亩。多少？确实是慌了点。如果您嫌贵，还能打个9折，1800。1800？才1800？你这是看不起我腾盛吗？这么便宜怎么花？不，怎么体现我们企业的实力啊？黑卡，先给我来个100亩全款。100亩，那可是20万啊，整整20万现金啊！先生，您确定吗？那里除了野草，可什么都没有啊！少废话，刷卡。不问价格，不看地段，直接圈地100亩，这是要建工业园？不，
这是要建航天基地吧？这是这几年招商引资最大的大腿啊！那破地皮你真租了？老赵要是知道你花20万租野草，估计能当场脑溢血。那可不是野草，是未来的商业帝国。警告！警告！距离系统强制抹杀还有6天23小时59分。什么抹杀？我才刚花了20万啊！480万，7天，平均每天得花70万。买车，请宿主用于生产经营。要不买房，手续需30天。该死的系统，这也不让，那也不让，到底有什么办法能符合系统要求下瞬间烧掉几百万？老板，您是不是刚才租地花20万太心疼了？其实我也心疼个屁，我是嫌花的太慢了，太慢了。老黄，油门踩到底，给我回厂里，我要开会。好嘞，老板。老板，为了帮公司省钱，我联系了3家原材料供应商，算下来，启动资金只要5万块就能把第一批货做出来。谁让你省钱的啊？5万块，你这是在侮辱我的生命，把客户的生命当儿戏。老板，那咱们用什么？听好了，我要花钱，我要最快速度把钱花出去。棉花给我买新疆长绒棉，乳胶要泰国皇室特供级别的，弹簧要航空级钛合金的。总之怎么贵怎么来，我不看性价比，我只要贵，听懂了吗？天哪，我太肤浅了，我只想着省成本，老板想的却是品牌护城河，在这么个破厂房里，却还坚持做世界级的产品。老板，我这辈子跟定您了。当前可用资金110万元。降了，终于降了！老板，货已经都到了，仓库也已经都满了，但是什么？只要不是钱没花完，都不是问题。钱确实花完了，流动资金全刷了。下周一就是发薪日，咱们账上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新疆特级长绒棉，这手感比我家那口子的脸还嫩啊！宋总宁愿掏空家底，也要保证品质，这种魄力，我姜文斌服了。还有这泰国进口乳胶，只有5星级酒店才用得起吧？钻石败家任务已完成，抹杀取消。当前企业资金1250元，下月发薪需求14万元。命是保住了，但这日子也没法过了。1250，连交电费都不够。系统能退货吗？我稍微退2桶胶水行不行？警告：恶意退货套现属于违规操作，将扣除宿主寿命。坑爹的系统，小气鬼！兄弟们，加油干！老板花了血本，咱不能给他丢人。这批床垫做出来绝对能卖爆。老板，那个明天就是周一了，工资的事，虽然大家现在士气高涨，但承诺的双倍工资要是不到账，这士气恐怕……老赵啊，你相信光吗？啊？财务那边系统升级可能会延迟1-2天，你要稳住大家，告诉他们我宋江从来不差钱。也是，几百万的货都买了，怎么可能差这10几万工资？老板您放心，我去解释。不对劲，以前老板说预付工资，那可是秒到账的。今天都过完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次好像真的玩脱了？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是会被当成英雄，还是骗子？2天了，说好的周一发工资，老板的电话打不通，财务室没人。兄弟们，我们被耍了。那些进口棉花就是个幌子，他就是想骗我们白干活。
然后像上一个老板一样跑路。走，咱们去当面问他。骗子，还钱，骗子，走，咱们去当面问他。哎呀，大家冷静，别冲动，宋总绝不是骗子。你们看仓库里那些材料，他要是想跑，买那些干什么？还钱！还钱！还钱！没办法了，既然没钱平事，那就只能拿命去赌了。系统，你不是想让我亏钱吗？今天我就给你玩个大的。精彩！为了几千块钱工资，连命都不要了是吧？少废话，钱呢？今天不给钱，我们就拆了机器卖废铁。拆机器那才值几个钱？想要钱是吧？都跟我去车间，我给你们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宋江，别装模作样了，带我们来这儿干嘛？看你的这些破烂吗？今天见不到钱，这批进口棉花我们就拉走抵债。对，抵债，拆机器。都给我闭嘴！抵债？你们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世界顶级的乳胶，那是新疆最好的长绒棉。这一仓库的货价值500万，我会差你们的10几万工资。那你为什么不发工资？因为老子把钱都换成这堆东西了。为了什么？为了带你们做出一款震惊世界的产品。但现在我还需要最后一样东西，我需要时间，我需要速度。这批货原本要干1个月，我要你们加班加点，7天做完。放屁！不给钱还想让我们加班，还要通宵？兄弟们，揍他！完了，1000，只要肯加班，底薪之外1天补1000，不管是扫地的、看门的，还是拧螺丝的，只要你今晚留下来，就是1000块。你少画饼，我们凭什么信你？你有钱吗？我不画饼，这1000块日结，只要活干完，现金拍在你们手上。敢不敢赌一把？系统，这一次我要卡个惊天大 bug。天亮了，宋江人呢？不是说日结吗？钱呢？宋江，你给我出来！我就知道是骗局，昨天那是缓兵之计，他肯定连夜跑了。兄弟们，砸机器，搬棉花。人呢？出来！出来！出来！吵什么吵？大清早的，让不让人睡觉了？少装蒜，手机没响，钱没到账，你耍我们？急什么？我说了，现金日结，老黄上货。这里是5万块，本来只想发2万，但看你们昨晚干得不错，甚至没怎么上厕所，剩下的3万当奖金。这是真的？你的1500。老板，对不起，刚才是我说话大声了。您是神，您是我的神。谢谢宋总，宋总长命百岁。还好我机智，卡了个保命条款的 bug。不过钱是发出去了，但这群人好像彻底被我激活了。完了，这下如果不做出点垃圾产品来亏钱，我真怕他们把这破厂干上市啊！误差超过1毫米的重做，别给老板省钱。品质，一定要抓品质啊！终于大功告成了。7天赶工1000套，又是这种破设备，质量肯定烂得一塌糊涂。到时候我就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把这批货全销毁，几百万成本直接核销，完美。老板，幸不辱命。按照您的要求，用料最贵，
工艺最严，质检最狠。这就是我们腾盛的第一批产品——深睡眠1号。我操，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是魔鬼吗？这玩意儿造出来，万一卖出去了怎么办？万一赚钱了怎么办？系统，这算不算违规？这质量好的有点过分了吧？老板，您看这回谈，看这支撑性，虽然咱们厂破，但这产品绝对吊打市面上5000块的大牌。老板，货是好货，但这量也太大了。咱们是新牌子，没渠道，没广告，没知名度。这1000张床垫堆在这儿，每天的仓储费、维护费都是钱啊。对啊，东西好有什么用？卖不出去等于库存积压，等于持续亏损。老黄，你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听好了，这批货不准打广告，不准找分销商，不准降价促销，就给我堆在这儿，谁也不许动。啊，老板，那资金怎么回笼啊？下一集给你们揭晓。老板不会气坏脑子了吧？老板，3天了，仓库已经塞不下了，再不发货，咱们连下脚的地方都没了。虽然您说要沉淀，但资金链真的撑不住了，每天光是电费就要几千块。急什么？好饭不怕晚，我不是说了吗？让他们在仓库里好好待着。老板，待着不是办法，床垫是海绵做的，堆久了会受潮，到时候真成废品了。哎，对啊，要是能放坏了，不就能名正言顺的核销亏损了吗？既然你们非要卖，那就卖吧。但是咱们腾盛是有格调的企业，不能像那些地摊货一样吆喝。第一，不准打广告，传单、横幅、网上推广，通通不准搞。第二，不准主动推销，别去骚扰客户，别打电话，别求人买。第三，不准降价，1分钱都不能少，爱买不买，不买拉倒。老板，不宣传，不推销，还不降价，那谁知道咱们有货啊？这不是等着凉吗？高，实在是高。不打广告是为了筛选精准用户，不主动推销是为了营造稀缺感。老黄，你的意思是，老板这是在玩高端奢侈品那一套？何止是奢侈品，这是圈层营销。老板，您放心，我懂了。这种好货绝对不能卖给普通人，得卖给那些识货的大鱼。不是，你又懂什么了？我就是想让它烂在仓库里啊。行吧，既然你懂了，那你就去随便试试。记住啊，千万别累着自己。黄先生是吧？我们酒店只用国际大牌席梦思，什么腾盛，听都没听过。我很忙，没空看杂牌。哎呀，也是。原本我们宋总说这一批皇室特供版只有100张份额，想找个懂行的合作伙伴。既然贵酒店只喜欢那些流水线的大陆货，那是我们高攀了。告辞。哎，等等，皇室特供100张份额，回来，把话说清楚。哎，黄总留步，您说的这个皇室特供到底是个什么来头？这批货啊，本来是迪拜皇室订的，用的都是航空级钛合金弹簧，泰国皇家乳胶，成本你也懂，天价。结果那边航运出了点问题，货才扣在了我们保税区仓库。宋总不想折腾，才打算在内部消化一下。我就说嘛，刚才那小样品的触感绝不是国产货能做出来的，就是这个价格这块能不能优惠点？毕竟是尾货处理，您说呢？尾货？什么尾货？那是艺术品。宋总说了，1分钱不降，5000一张，爱要不要？您要是嫌贵，我去隔壁的希尔顿问问，他们总经理跟我也是老交情了。别去隔壁，5000就5000，1000张我全包了。唯一的条件是这批货独家给我们。嘿嘿，成了。老板这招饥饿营销真是神了。5000一张，这破床垫成本才2000不到吧？含泪赚他300万。1000张床垫积压1个月，受潮报废，成本500万，加上工人工资、水电、仓储，这一波能亏600万。按照10%返利，我能拿60万。您心态真好，这都半个月没开张了，您还能笑得出来？哎呀，你懂个蛋，这叫战略性亏损。老板，神了，您真是神了，卖出去了，全卖出去了。啥？全卖了？你卖给谁了？
收破烂的吗？是不是打了1折？如果是1折贱卖，那也算亏损。1折，那是对您皇室特供策略的侮辱。我严格执行您的命令，不降价，原价5000，1000张，500万全款。500万！天哪，回本了！不仅回本，还赚了。检测到大额盈利入账，警告，请尽快扩大规模，增加亏损。老黄，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啊！城郊有个叫腾盛的黑厂，用废弃厂房没有生产资质，还敢把3无床垫卖5000一张。完了，官家来了，咱们是不是要被查封了？是啊，工资还没捂热乎呢。怎么办啊？领导，误会，都是误会，咱们手续正在办，工商局那边已经在走流程了。少来这套！有人举报你们以次充好，虚假宣传。5000块的床垫，如果是黑心棉做的，你们这是要坐牢的。把仓库门打开，封存所有货物。坐牢？举报？哈哈哈，谁举报的？我要给他发奖金。只要坐实了质量问题，这500万就得退回去，还要交罚款，这一波又能亏个底儿掉。哈哈哈哈！哎呀，领导，你们可算来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组织盼来了。查，必须严查！领导，别光看外观，外观能看出什么？剪刀呢？美工刀呢？拿来！我要当着领导的面亲自验明正身。老板，别啊！这一刀下去，5000块就没了。咱们这是全新的货啊！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怎么这么白？完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新疆特级长绒棉。老赵买货的时候，是不是把滤镜开太大了？这回谈，这清香，这是100%泰国进口乳胶，没有任何工业胶水。这是新疆特级长绒棉，我都3年没见过这种成色的好料了。老板，你管这叫5000块的床垫？这一层乳胶的成本就得2000吧？你这是在做生意，你这是在做慈善啊！那个领导，其实我是想说，要不再查查甲醛，或者看看有没有虫子。不要啊，求你了，快查出点毛病来，罚我的款，封我的厂啊！宋总啊，真是抱歉，举报不实，你们不仅合格，而且是优等品。像你们这样有良心的企业，是我们行业的脊梁。我会向上级申请，给你们颁发诚信示范单位牌匾。哎呀，客气了，哈哈哈！谢谢领导，我就知道我们老板的苦心终会被看到。不用发牌匾，太高调了，别发牌匾。哎呦，给我发罚单啊，哪怕罚200块，意思一下也行啊。老板，大事不好啊，不，大喜事！刚才那个直播切片火了，上了同城热搜第1。现在的标题是“傻子老板做慈善，全网心疼求链接”。什么？求链接？咱们的电话被打爆了，官网崩了。刚才那1000张床垫又被预订空了，而且还有人在往公司账户里打钱，说是捐给傻老板买肉吃。完了，全完了。对，没有现货。预售什么？您愿意加价？加2000。我们的货已好的，经安排到下给您插个队。别再打了，别再给我打钱了，你们是魔鬼吗？老板，炸了，彻底炸了！因为质检局的直播和全网热搜，咱们的深睡眠1号成了网红神床。刚才1小时内预售订单突破3000张，定金入账1500万。什么？1500万？还是定金？警告！企业盈利急速飙升，返利通道已关闭，请立即挥霍利润，否则无法升级系统权限。不行，不能再赚了，必须把客户劝退。老黄，传我命令，发布紧急公告，因为产能不足，原材料涨价，每张床垫涨价2000，卖7000，而且不包邮，运费到付，爱买不买。涨价？妙啊！现在热度正高，涨价正好能筛选掉那些跟风的低端客户，巩固我们皇室特供的高端定位。而且涨价还能提高利润率，老板这招趁火打劫啊，不，品牌升级真是高。我不是品牌升级，我是想让他们滚啊！哎，老板，涨价策略生效了，订单量又翻了1倍。现在的年轻人说，贵就是好，好就是贵，买疯了。哎，想亏钱怎么这么难啊？
既然大家都这么累，这么忙，那我们就扩招。是该扩招了，车间人手根本不够，我马上去联系劳务市场招熟练工。不，熟练工干活太快，只会帮我赚更多的钱。我要招大学生，招那种没经验、爱打游戏、只想摸鱼的应届生，还要给他们开高薪。我要组建一个不干活部门，让他们把这些该死的利润通通给我败光。老板全是高材生，这几个是 MBA 毕业的，这几个有5年大厂管理经验。不要，统统不要。老赵，我要的是特殊人才。特殊人才？您说的是哪种？就是那种眼神清澈、没有梦想，看起来就很好吃懒做的。上啊，奶妈呢？切后排，切后排啊！上班时间打游戏，脾气还暴躁，而且看起来完全不想社交。废物！这就是我要的摸鱼天王啊！招进来让他天天在公司打游戏，绝对能带坏公司风气。小伙子，这波操作有点下饭啊！不懂个屁，是队友菜。哎，你谁啊？哈哈哈，我是腾盛的老板。我看你骨骼清奇，想请你来上班。岗位首席游戏体验官，其实就是陪玩。月薪8000，包吃住，电脑配顶配外星人，不限制打游戏时间。呵呵，你当我傻啊？准备把我卖到缅北还是柬埔寨啊？定金2000，明天来入职。我去，真给啊！哈哈哈，老板，我一定赴汤蹈火啊！姓名沈星宇，隐藏词条代码鬼才 ，bug 粉碎机。管他什么鬼才，只要爱打游戏就是好废柴。家人们，今天来面试，好无聊哦，这些公司都太土了。这位美女，我看你很有艺术细菌，哦不对，艺术细胞，有没有兴趣来腾盛做品牌总监？大叔，你很有眼光嘛，我可是小红薯万粉博主。行吧，看你长得还算帅，我就勉强答应了。老板，这就是您说的特殊人才。一个网瘾少年，一个自拍狂魔，咱们公司是要倒闭了吗？哎呀，老赵，你不懂，他们是公司的吉祥物，只要有他们在，咱们那股疯狂内卷的歪风邪气一定能被压下去。作孽啊！车间里的工人在踩缝纫机，这俩祖宗在这里带薪玩乐，这人心要散了。星宇啊，别光顾着打，喝口水。要是累了就睡会儿，千万别想着工作，知道吗？老板，您真好。以前在别的公司，去厕所超过10分钟都要被扣钱。您放心，这把排位我必赢，绝不给公司丢脸。赢不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耗时间。小张啊，你也别闲着，多发发朋友圈，多修修图，让外界看看咱们腾盛的员工有多闲，有多不务正业。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找我们合作了，完美。老板，我懂，您是想展示咱们公司以人为本的独特魅力，对吧？拒绝内卷，回归生活，这种反主流的松弛感才是最高级的凡尔赛。你要这么理解也行，反正怎么废怎么来，素材不用审核，直接发。好的，老板。那我先走了，你们继续玩啊。老板再见。星宇，别打了，快来看素材。刚才老板那个送可乐的背影，还有他撕掉考勤表的样子，太帅了。你要发这个，配什么文案？就写这就是我的神仙老板，没有 KPI， 只有快乐水。BGM 配那个最火的 New Boy， 滤镜调成胶片感，突出岁月的静好。点击发送。老板一定会很开心的。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了？又是那个1500万定金在响？不对啊，那是银行 APP， 这个是爆火了。公司的名声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不好。随着张仪的超高流量，公司的名声一直在好转，就算把热搜撤下来也不行了。触发隐藏词条人文关怀，企业声望加1000，效果未来潜在订单倾向性提升200%，人才吸引力提升500%。张仪，我让你发废柴日常，谁让你发企业宣传片了？这下好了，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好老板了，我还怎么亏钱啊？反了，都反了！这个宋江不就是作秀吗？发个零食就成神仙了。去告诉工人们，谁敢辞职，这月工资1分没有。刚才财务也辞职了，他说要去腾盛扫厕所，那边扫厕所都交公积金。老黄，报警，快报警！这帮人疯了吗？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至于吗？老板，您就别谦虚了，这是民心所向啊！现在的年轻人太渴望被当成人来看待了。您那一箱可乐送出去的不是饮料，是尊严啊！我送的是尊严吗？我那是为了消耗经费啊。听我说，我们公司真的不行，我们要进军夕阳产业，我们要搞实体印刷，那是必死无疑的行业。跟着我，别说上市了，下个月可能就发不出工资。听到了吗？老板这是在筛选。进军夕阳产业，说明老板有力挽狂澜的魄力，不随波逐流。说发不出工资，是在考验我们能不能与公司共患难。这种充满野性的领袖魅力太迷人了。我们愿意共患难，恒胜必胜。老板，隔壁金鑫厂撑不住了，工人跑光了，订单也被退了。金老板刚才打电话来问我们愿不愿意收购，但他开价挺黑的，要连人带设备打包，全是破烂，濒临倒闭。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亏钱机器吗？买，现在就去，告诉金老板我不还价，但他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些没人要的破设备一台都不许扔，我就喜欢破烂。哎呦，宋总，稀客啊！听说你们最近在网上挺火，不过网红是网红，做实业还得看底蕴。我这厂子虽然暂时调整战略，但底子还在。好，真好！这斑驳的铁锈，这漏雨的厂房，光是修缮费用就能烧掉我不下50万，简直是梦中情场。既然宋总有诚意，一口价500万。老板，那设备我认识，那就是一堆工业垃圾。宋总，您是来收购的，还是来看笑话的？金老板，大家都是体面人，你开500万，是不是看不起我？那400万，宋总不能再低了。我还要遣散工人。我是说你开低了，800万，条件只有一个，德国进口的设备你必须留给我，1颗螺丝钉都不许少。800万，买那堆破铜烂铁，成交。谁反悔谁是孙子。行了，厂子卖了，你们找新老板要去，别堵着我。宋总，这些人全是刺头，动不动就闹事，我都帮你开除名单拟好了。从今天起，这里改姓宋了。金老板欠你们的3个月工资，我今天现场补发，连本带利。支付宝到账1万元，支付宝到账1万元。活菩萨，宋总，我们这条命就是腾盛的。老金啊，知道你为什么输吗？你做的是生意，宋总做的是格局。老赵，从明天开始，这帮工人一个都不许干活，把机器停了，先组织大家搞团建、吃喝玩乐。我要让这个厂子彻底失去生产力。老板，这是在下一盘大棋呀，这是要进行企业文化的重塑。我不了，我这就去制定那个5星管理计划。警告：您的员工赵明轩正在进行高强度的思想进化，企业效率可能不降反升。嘿嘿，老黄，你看，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机器一停，黄金万两，这钱花的真敞亮。老板，不对劲啊，这地怎么扫得比我的脸还干净？我们的口号是：老板养我老，我养老板小。腾盛出品，一星精品。疯了，这是传销吗？老赵，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都在喊口号？老板，我懂您的良苦用心。这几天我彻夜未眠，总结了您的言行，悟出了一套腾盛5星管理法。第1条，高薪养廉，极度忠诚，用远超同行的待遇换取员工的死心塌地。第2条，劳逸结合，降维打击，用不加班的松弛感去对抗同行的无效内卷。老板，这简直是管理学的降维打击啊！工人们现在的士气能把喜马拉雅山给铲平了。老板，基于您的管理哲学，我已经规划好了腾盛未来的万亿帝国版图。既然我们拿下了床垫、家居，下一步就是文化产业、印刷、出版，然后是互联网游戏，最后进军房地产。我们要用腾盛的旗帜插满整个地球。我还有管理法，不要扩张。我只想亏钱，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败家子。老板太谦虚了，都这时候了，还在通过示弱来让我们保持冷静。您放心，哪怕您不想干了，我们也抬着您往前冲。腾盛战车永不刹车。
警告：检测到核心员工赵明轩觉醒领袖级统筹技能，您的企业正在自动向商业巨兽进化。老板，神了！自从赵厂长推行5星管理后，咱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00%，加上金鑫厂的并入，这个月的净利润突破了2000万。 2000万，系统任务让我亏光了，这怎么越亏越多？还有3天就结算了。取出来，全取出来！我不信电子数字，我要看现金。现在，立刻，马上！老板，这是要干什么？防洪吗？大家都知道，我对钱没兴趣，发钱，这就是今年的年终奖。每个人上来领，能拿多少拿多少。还有这些金条，优秀员工1人1根，拿回家垫桌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天黑之前把这堆垃圾给我搬空。真的是真金啊！宋总万岁，恒盛万岁！家人们，老板说钱太占地方了，让我们帮忙清理库存。不说了，我也去搬砖了。终于花完了，这下系统总该满意了吧？检测到宿主完成巨额现金散财行为，当前资金已清零，但是由于您的直播发钱行为引发全网轰动，腾盛品牌价值溢价1000%，下周期预计入账5000万。造孽啊！不行，床垫厂太赚了，根本亏不完。我得换个赛道，找一个绝对不可能赚钱的夕阳产业。对，印刷。现在谁还看纸质书啊？我要去开印刷厂。太快了，赚钱的速度太快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成首富了。我不想当首富，我只想当个败家子啊！老板，您是在凡尔赛吗？现在全行业的经销商都在求货，咱们是不是该扩大生产线？扩个屁！床垫这个赛道太拥挤了，全是铜锈味。我们要转型，我要找一个绝对没有前途、绝对赔钱、大家都躲着走的行业。老黄，那个快倒闭的厂子是干嘛的？哦，那是墨香印刷厂，快黄了。现在谁还看纸质书啊？大家都看手机。那厂子年年亏损，听说连废纸都买不起了。年年亏损，没人看书。太棒了，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夕阳产业啊！听我命令，把刚才卖床垫赚的钱全投进去，收购它。老板，三思啊！印刷业真的是死路一条。纸浆成本涨了50%，电子书又在挤压市场，现在入场就是49年入国军啊！肤浅，你们太肤浅了。正是因为没人做，我们才要做。我要印最高级的纸，我要用最贵的墨印，根本没人看的书。我就要看你钱变成纸，然后烂在库房里，这才是败家义。老黄，你糊涂啊！你以为老板是真的想赔钱？那不然呢？错，大错特错！床垫解决的是什么？是肉体的安放。书籍解决的是什么？是灵魂的归宿。老板这是觉得咱们公司只有钱，没有文化底蕴。这是从暴发户向贵族的惊险一跃啊！原来如此，老板的格局竟然在第5层。很好，这里的空气都弥漫着赔钱的味道，设备老化，工人流失，市场萎缩，完美的开局。现在我只需要找一个完全不懂印刷，只会帮倒忙的人来管理这里，就能稳稳的亏死。检测到宿主进入新地图墨香印刷厂，关键人物雷达启动。废纸垃圾旁有一个正在捡瓶子的天才。这就是墨香印刷厂，连垃圾都堆得这么有艺术感。老板，咱们还是走吧。看大门的都是个流浪汉，这地儿风水不好。不对，这个瓶子的压折角度是35度，放在红色区域会破坏整体的构图平衡，必须修正，必须修正。是个疯子。不，那是极致的强迫症。歪了！我的世界崩塌了，不完美了。这种对细节变态的执着，这要是让他去排版，他不得把那帮为了省纸而压缩行距的编辑逼死？这不就是我要的效率毁灭者吗？姑娘，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太乱了？想不想和我一起整理一下这个世界？有这种地方吗？那里允许我把文字之间的间距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吗？当然，跟我走，包吃包住，还可以让你无限期的调整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老板，以后我的命就是您的，谁敢把格式弄乱，
我就咬死谁。SSR 员工捕获成功。我去，这也行吗？意思。老板，这哪里是印刷厂，这简直就是个咸鱼腌制车间啊！太美妙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味道，就腐朽，没有一丝生产力的味道。那个全字的间距比安字宽了3个像素，而且字体是宋体混搭黑体，这是犯罪，这是对视觉的侮辱。蓝慧，淡定，以后这墙归你管，你想怎么抠怎么抠。捡到宝了，这种对细节的变态关注，以后印书肯定慢得要死，效率杀手啊！哎，这么多债务可怎么办呀？今年看来得裁员了。老李是吧？你的债务我背了，你的员工我养了，你的破机器我都要了，条件只有一个，不许裁员，不许翻新，保持这种快要完蛋的气质。宋总，您没发烧吧？这厂子连老鼠都嫌弃，您全款接盘。同志们，从今天起，腾盛接管这里，工资翻倍，以后不印那些赶工期的传单了，我们只印最难、最慢、最没人看的书。只要我不说停，你们就算用放大镜刻字，也给我慢慢磨。工资翻倍，只印没人看的书。这哪里是老板，这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吗？管他呢，反正给钱就行。一群混子员工加一个强迫症疯子，加一堆破铜烂铁，这局稳了。就算是神仙来了，也别想让我赚钱。歪了，墨点建设的角度完全不对称，这是对几何学的亵渎。我要炸了这堆废铁！炸得好，坏得妙啊！终于有理由把这些还能用的破烂全扔了。我们公司真的要完蛋了。别急，我有一计。哼，找到了。宋总，这款国产小，我要那个名字最长，价格后面零最多，号称印刷界劳斯莱斯的家伙。宋总那是印钞票，哦不，印顶级画册用的海德堡6色机。您一个印没人看闲书的厂子用这个？怎么，我有钱买都不行？看不起我？抱歉，宋总，我立刻安排送到您工厂去。哼，这还差不多。看啊，这完美的流线型，这昂贵的金属质感，光是开机预热就能烧掉我1000块电费，简直是完美的碎钞机。哇，这精度，这误差控制在0.01毫米的机械臂啊，这是数学的香气。我就不信了，这样还亏不了钱。哼哼，笑吧笑吧，你们懂什么？成本收不回来才好呢。每运转1小时，我就离破产更近一步，这才是大智慧。妙啊，真是妙啊！老板，设备调试完毕，我们要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用它来校准我的灵魂了。当然是一本绝对卖不出去、极其枯燥，而且厚到让人想死的书，让这台几千万的机器彻底沦为废纸制造机吧。太顺滑了，这台机器就是我的手脚。老板，按照这个速度，明天我们就能把全城的废纸都印完。完了，这哪里是强迫症，这是印钞机成精了。照这么印下去，光是电费和油墨钱都赚回来了，我的亏损计划全完了。够了，西兰会，马上停手，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出这个车间！老板，别赶我走，我可以改，我不用睡觉，我可以24小时盯着屏幕，求求你别开除我。谁说要开除你了？我是嫌你现在的水平太低了。这种流水线一样的效率是没有灵魂的，不仅费电，还费纸。老板，你不开除我就好，都听你的。
我已经给你报了燕大美术系的高级研修班，学费我交了，生活费我包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没拿到毕业证之前，不许回厂里干活。可恶了！老板是觉得我的技术虽然完美，但缺乏艺术的灵魂。老板放心，我不把图书馆的书看穿，绝不回来。千万别急着回来啊！我不急。宋总，老板，这人叫吴有才，是个怪人，跑遍了全城的印刷厂，没人肯印他的书，因为题材太偏，而且他没钱付定金。哦，没钱，题材偏，快，请他把书拿出来给我看看。宋总，这是我花了20年在山里观察蘑菇写的，虽然画的不好看，文字也枯燥，但这都是心血，我不印多，就印500本，行吗？枯燥、丑图、冷门题材，这简直是滞销书的完美模板啊！印出来绝对只能拿去垫桌角。如果不行，我还是走。等等，吴老师，您是国宝啊，500本，你看不起谁？首印5万本，而且不收你定金，稿费我先预付给你10万。10万？老板，5万本，这蘑菇书谁看啊？这不得赔到底裤都没了。要的就是亏本买卖，老黄，你还是太嫩了。听好了，这本书我们要把它做成艺术品，纸张给我用最贵的特种纯棉纸，封面要烫金，要起骨，要用那个什么镭射炫彩工艺。总之，怎么贵怎么来，我要让这本书的成本比黄金还贵。老板又疯了，用印奢侈品画册的工艺印蘑菇书，真是糟蹋东西啊！哎，也不是1次2次了。能想出此等绝招，不愧是我。这一单下去，光纸张费就亏了300万，那个吴作家肯定卖不出去，到时候库存积压，我再租个仓库放这些废纸，这是连环亏损季呀！我真是个天才。老黄，你看这堆书多占地方，多难处理，这每一本都是我亏损的勋章啊！记住，1本都不许卖，就让他们在这里发霉，长真的蘑菇。老板，这光是仓库租金1个月都得几万块啊！哟，这就是那个传说中花几千万印废纸的宋总。欢迎欢迎，随便看，千万别客气。听说你们印了一本小学生涂鸦一样的蘑菇书，我是来取材的，想看看暴发户审美到底能有多离谱，做个反面教材。千万别客气，多骂2句，让大家都别来买。这手感是意大利进口的特种羊毛纸，1平米好几百的那种。这封面居然用了烫金加起骨工艺，降维打击，这是对我们这些精装书的降维打击啊！宋总，你是天才，你真是天才！这本书必须交给我们出版社发行，我要给他报世界最美图书奖。首印5万本不够，起码要加印10万本。你有病啊！这破书你也要？我是为了亏钱才印的，你别搞我啊！懂了，饥饿营销，我这就回去打报告，把全年的宣发预算都砸在这本书上。哎呦喂，这电费，不对，老板，火了，彻底火了！因为那本蘑菇书的爆红，全城的出版社都疯了，说只有咱们的设备能印出那种灵魂感。现在的排单已经排到明年了。排到明年？那我岂不是要赚到明年？不行，必须切断源头。老黄，去把电闸给我拉了啊！理由就是为了环保，间歇性停业。
各位请回吧。本场响应号召，从今天起拉闸限电，没有电，机器动不了，大家散了吧。不想赚钱，只想躺平。哼，宋总，别演了。什么拉闸限电，这分明是产能竞价。什么？您是觉得现在的运费配不上那台几千万的机器，对吧？我懂，好货不便宜，我出双倍印费。宋总，把电闸推上去，先印我的。等等，不就是没电吗？我们出版社自带发电机，邮费我们出，电费我们包，只要你肯开机，给我接线，立刻，不是吧？马上。这也行？走，自带发电机。你们是有多想送钱给我？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我想停工都不行吗？嘿嘿，好多合同。唉，老板，虽然咱们赚翻了，但有个技术问题，单子太多，咱们的设计排版人手不够啊。之前的排版都太土了，配不上这机器。人手不够，太好了，那就推掉。不用推，您忘了，咱们还有个神级外援正在燕大深造呢。刚才席兰会打电话来说放假了，他想回来帮忙。什么？不行，太素了，我要那种五彩斑斓的黑，还要有一种低调的奢华，最重要的是今晚就要。今晚？这光是渲染都要半天啊！完美的违约条件，接了，必须接。老黄，别慌，让我们的首席艺术总监席兰会来。他刚放假回来，正好练练手。以他的强迫症，光是调黑色就能调3天3夜，绝对超时赔钱。好的，五彩斑斓的黑，从光学的角度讲，这是一种结构色。老板，交给我吧，这是对我美学逻辑的挑战。构图重心偏移0.618，色彩饱和度下调至莫兰迪色系，加入全息镭射纹理模拟，五彩斑斓的黑，完成。完成了，这才过了5分钟。你的强迫症呢？你不纠结了吗？这是艺术品啊！大师，我有眼不识泰山，这就签合同，设计费翻倍。等一下，这真的是那个在垃圾堆捡瓶子的席兰绘画的？等等，我是不是又签了一个大单？太好了，合作愉快！我的天啊！我出钱送他去读书，他学成归来，帮公司赚了更多的钱。老板，刚才那个设计图，我顺手投了个稿，结果拿了今年的全球先锋设计金奖，奖金50万，已经打到公司账上了。多亏了您送我去燕大深造，教授教我的高效美学太有用了。哎呀，老板，你怎么这么沮丧？难道是我的能力还不够让你满意吗？我决定再回去进修。等等，你的能力是非常无敌，让我满意，千万不要再去进修了。那老板，我继续去改图啦。哈哈哈，内鬼竟是我自己。出事了！刚才供应商打电话来说，咱们的纸张和油墨全断了。据说是那个被咱们气死的同行联合起来，搞了个反腾盛联盟，把市面上的货都垄断了。岂有此理！欺人太甚！那咱们是不是印不了书了？是不是要违约赔偿那个暴发户甲方了？老板放心，我在江湖上混了30年，这口气我咽不下。您给我1晚上的时间。哈哈哈哈！腾盛那个海德堡机器再牛又怎么样？没有纸，没有墨，就是一堆废铁。明天就是交货期，我看那个宋江怎么死。王哥，借你的库存用用。王哥的事就是我的事。江湖救急，谁敢断腾盛的路，我就断谁的腿。这是哪来的？老板，搞定了。怎么样，没给您丢脸吧？老黄，你真是个人才啊！为什么我想停产1天，怎么就这么难？检测到宿主完成成就，
供应链霸主，当前现金流即将爆炸，请宿主做好准备。支付宝到账。停，快停下！这哪里是收款提示音，这是我的丧钟啊！老板，本月净利润3000万，市场占有率第1。我正在洽谈收购上游的乳胶林。切，搞实业算什么？老板，你看我印刷厂本月文创周边销售额5000万。你们是想累死我吗？我是让你们去花钱的，为什么钱越花越多？老板，这是在凡尔赛啊！这是在鞭策我们，格局要打开。警报！检测到宿主资产增长速度异常，系统逻辑修正。由于宿主已脱离新手期，亏损返利模式已达上限，新规则生效。若企业现金流长期溢出，系统将因资源堆积过热而死机，宿主将被抹杀。死机？就因为太有钱？救命啊！我不想死在钱堆里。实体产业已经废了，怎么搞都能赚钱。我需要一个虚无缥缈、看不到实物、纯粹烧钱听响的东西。对了，互联网还有什么比做游戏更烧钱的吗？要把2个厂子联动起来，实体加虚拟，这不就是最新的元宇宙骗局概念吗？稳了，这次绝对能把这1亿亏光。唉，这么多钱到底该怎么花出去啊？还是问问系统吧。系统，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池子里的钱快速花完吗？检测到宿主需求，解锁高级功能跨界联动。如果宿主能将不同产业进行逻辑关联，即可开启资产互通模式，允许用 A 公司和 B 公司的利润无限制补贴 C 公司。资产互通，无限制补贴，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卖床垫和印书赚的钱去养一个超级吞金兽，哈哈哈哈！我看谁还能阻止我亏钱？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产业太割裂了。你们想，用户买了我们的床垫，躺在上面看我们印的书，看累了怎么办？想睡觉又睡不着怎么办？属羊，那他妈是失眠，得吃药。错，是游戏。我们需要一款游戏，把用户的碎片时间彻底占领。我懂了，床垫是物理载体，书籍是文化沉淀，游戏是精神交互。老板这是要打造一个泛娱乐生态闭环啊！对，没错，就是这个闭什么环。总之，这个游戏项目必须极其烧钱，画面要最顶级的，技术要最超前的。你们俩现在就去打听收购一家合适的游戏公司。哦，对了，老赵，你去帮我找这样一个人。第一，他必须才华横溢；第二，他必须倒霉透顶；第三，他最好负债累累，全行业封杀。老板，这种人招来干嘛？当吉祥物吗？只有这种自带霉运光环的人，才能帮我把那2个厂子的钱全败光。什么 VR 元宇宙沉浸式体验？老赵，你想害死我吗？这种站在风口上的猪都能飞的项目，投了岂不是要赚几10亿？我要的是垃圾，是没人玩，是注定赔本的项目。老板，可是游戏行业现在都很卷啊，想找那种技术落后、玩法枯燥、画风丑陋的公司，比找独角兽还难啊！难也要找，我就不信偌大一个游戏圈就没有一个混吃等死的团队。老板，如果非要说垃圾的话，这儿还真有一个，叫迅游工作室，老板是个书呆子，叫吉子平。他们穷得连电脑都买不起，正在用手绘卡片做一款叫将军杀的桌面纸牌游戏。纸牌？在这个3A 大作横行的年代做纸牌，而且还是手绘，那岂不是连美工钱都省了？是啊，业内都笑话他们是复古活化石，根本融不到资，快倒闭了。快倒闭了，太好了！备车，我要亲自去见这个吉子平。这个复古活化石，我投定了。老板的口味真是越来越刁钻了。这次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狠狠赚他1个亿。姓吉的，别做你的游戏梦了，欠了1000万，还敢躲在这儿？今天再不还钱，老子废了你这双手，看你以后还怎么敲键盘。动我可以，但别动我的电脑，只要游戏做出来，我一定能还上。我看你浑身上下嘴最硬，
让我看看，他硬还是你硬？废了他的手，这双手可是要帮我烧掉几十亿的，砸坏了你赔得起吗？小子，我劝你赶紧滚，不然连你们一块打。这儿是1000万，连本带利，拿了钱滚！哎呦，原来是腾盛的宋总，误会，都是误会。宋总大气，那我就先告辞了。全行业都封杀我，都说我是个只会烧钱的疯子。您为什么要帮我？疯子？不，在我眼里你是天才。恭喜宿主成功捕获 SSS 级社畜程序员，技术能力5颗星。哈哈哈哈哈哈哈！天不负我，终于让我找到宝贝了。你是一个能让我赚大钱的摇钱树啊！吉子平，从今天起，你的债我背了，你的人归我了。宋总，士为知己者死，这条命我卖给您了。吉子平，这就是你的格局：手冲、月卡、自动寻路、庸俗。我要你把这些赚钱的垃圾设定通通给我删掉。可是不做内购，咱们靠什么回本啊？回本？我花钱请你来，是为了让你帮我花钱的，不是来教我赚钱的。第一，砍掉商城，砍掉 VIP， 让玩家想花钱都没门。完全免费，绝对公平，这是纯粹的电竞精神。第二，不许有新手引导，进门先死100次，劝退率要达到99%，没有任何妥协，筛选精英玩家，这是魂系受苦神作。第三，路边的石头都要 8K 建模，必须让市面上90%的电脑跑不动，不计成本，极致画质，这是第9艺术的里程碑。听懂了吗？我要做一款注定没人玩，注定赔的底裤都不剩的游戏。这，您不仅仅是想做游戏，您是要做一款顶尖的国产3A 大作啊！懂了，老板，给我3个月，我一定把这款显卡香薰机做出来。我现在就回去开会。3A 大作，哼，天真！真正的艺术就是让玩家想花钱都找不到入口。配置要求高，我看谁带得动。这波稳了，坐等零下载量。这波能成的话，那我岂不是要成亿万富翁了吗？老板，这儿就是咱们公司的新场地。我去！老板，这是好莱坞请来的团队，时薪3000美金。太慢了，再加10个人，我要万马奔腾的效果。这边还有交响乐团。不错不错，把这首曲子放到新手村门口那个乞丐出场的时候，发财了发财了，批都批，不贵的我不要。老板，按照您的要求，这只路边的苍蝇，我们建了3000万个面，每一根绒毛都采用了独立的光追技术，会随风飘动。这毛发，这光泽，这才叫细节。可是老板，玩家跑图的时候根本看不见啊。没事，显卡看得见就行。只要能把他们的显卡烧冒烟，这钱就花得值。收到，老板，我们会继续把模型精细化。老板，这周光是做那只蚂蚁和乞丐的配乐就烧了3000万，照这个速度，下个月资金链就要断了。老赵，你不懂，听不到响声的烧钱才是最高级的败家。我操，这画质！国产之光啊，腾盛牛逼！什么垃圾游戏？出门被鸡秒杀，连个新手指导都没有。太难了吗？真的太难了吗？我只是想致敬宫崎英高。跌了，跌到底了，跑光了。来，为了庆祝咱们成功吓跑了99.9%的玩家，干杯！没人玩，服务器就不卡；没人玩，咱们就不亏电费。老板，您不怪我搞砸了，怪你，
我还要奖赏你。记住，最好的用户体验就是没有用户。只要没人玩，这游戏就是完美的艺术品，永远不会有差评。看到没有，兄弟们，这不是数值游戏，这是技术，是物理引擎，没有 VIP， 没有1刀999。这把剑是我在销售村捡的破烂，只要技术好，照样屠神。没有商城，不能充钱变强，这特么是良心。唐盛牛逼，中国终于有不骗课的游戏了。老板，火了，彻底火了！全网的硬核主播都在自来水。他们说这是年轻人的第一款3A 大作，因为没有充值入口，玩家们都疯了，称我们为最后的良心厂商。良心？我那是为了不赚钱啊！老板，您早就预判到了对吧？您知道大家受够了骗课游戏，所以用绝对公平来降维打击。您这一招欲擒故纵，简直是兵法级的商业智慧。呵呵，是啊，我预判到了。失策了！这帮玩家不仅爱受虐，还特么仇富。唉，老板，出大事了！客服电话被打爆了，玩家都在骂我们。他们说玩这游戏不花钱，心里不踏实，感觉像在偷东西。这帮人是不是有那个大病？我让他们白嫖，他们还难受，非要给我送钱才舒服。哎呦喂，真是没办法。我身价过亿，在游戏里竟然和穷学生穿一样的衣服，看不起谁呢？快给我出个8888的至尊皮肤！腾盛爸爸，求求你收钱吧，这服务器烧得我都心疼，我怕你们倒闭了，以后没得玩啊！老板，众怒难犯啊，要不咱们象征性的卖点东西，不然玩家真的要来公司门口堵人了。收钱那是对我的侮辱，但不收钱，这帮疯子真会把公司大门拆了。好，既然他们非要送死，那就成全他们，开充值，但是绝对不许卖数值道具，只能卖衣服、头像框这种毫无用处的垃圾，而且定价要贵，死贵，把他们吓跑。明白，只卖外观，不卖属性，即使在商业压力下，依然坚守不骗课的底线。老板，您真是业界的良心。良心个屁！给他们弄个纯金马赛克头像，卖1万块，我看哪个傻子会买。这世上最痛苦的事，不是没钱花，而是有一群疯子拿刀逼着要把钱塞进你口袋。完了，全完了！几百万玩家同时挤进来，服务器炸了，数据要回档了。炸得好，最好把数据全烧光，这样玩家就会因为愤怒而退游，我就能名正言顺的赔偿退款了。老赵，停下，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机器也是有尊严的，他们累了，需要休息。传我命令，全员下班。发公告，为了给服务器疗伤，我们要维护7天，不，半个月，维护半个月，黄花菜都凉了，完美劝退。宋总这是什么意思？我真搞不懂。区千万级并发，这架构写的像屎一样，看来得重构一下内核了。老赵，公告发了吗？玩家是不是都跑光了？老板，神迹啊！昨晚不知道哪路神仙出手，服务器不仅修好了，还丝滑的像抹了油。现在在线人数又破新高了。宋总，那个顺手修了一下，不用谢。谢你？我想掐死你！在这个世界上，比故障更可怕的是那个连夜把故障修好的老实人。警告：检测到非法数据注入。腾盛游戏不想服务器瘫痪的话，马上汇款500万，否则撕票。500万？才500万？这也太看不起我了！快，给他们转1000万，求他们千万别停手！
啊，终于有正当理由把钱送出去了，这是不可抗力啊！老板，这种低端脚本没必要浪费钱，给我30秒。不，别拦着我，我要给黑客送温暖啊，那是我的血汗钱啊！想跑 ？IP 锁定了地址某某网吧，203号机。顺便帮你把硬盘格式化了吧。我操，我的比特币钱包，我的资料全没了。这特么是哪来的神仙？恒盛不是做床垫的吗？搞定了，老板，顺便帮您省了1000万。老板，你咋了？阿伟啊，你不仅修好了 bug， 还把黑客送进去了。是啊，解决 bug 太低级了，效率太低。我一般习惯直接解决那个制造 bug 的人。这都什么事儿啊？李总，腾盛这家小公司的数据太可怕了，日活破1000万，不仅不氪金，还垄断了口碑。有点意思。不氪金，那是他们不懂变现。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公司，是时候收割了。你们老板呢？快叫你们老板去！这谁啊？把车停门口，交停车费了吗？宋江是吧？我是龙腾集团的副总裁，我们老板看上你的公司了，签了他，你就能拿到5个亿的现金，然后拿着钱滚蛋，把公司交给我们运营。5个亿，老板，咱们发财了！5个亿，你觉得我缺钱吗？嫌少，年轻人别太贪心，在互联网行业，没有人能拒绝龙腾的收购。如果你拒绝，下场只有一个，被我们彻底碾死。碾死我？李总，你搞错了一件事。当资本以为能买下一切时，他往往忘了问，那件商品是不是个炸弹？宋总，别急着拒绝。如果你不签，下个月龙腾集团就会推出一款一模一样的竞品，我们会用10倍的流量封杀你，挖空你的员工，让腾盛在互联网上彻底消失。老板，那可是龙腾啊，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5个亿也不少了，要不加 VIP 植入广告，首月盈利20亿，这特么是要毁了我的亏钱乐园，这是要把我的负债全还清，还要倒贴。宋家，你疯了吗？你这是在向龙腾宣战，你会后悔的，你会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我求之不得。但我绝对不允许你们这群满身铜锈味的家伙把我的艺术品变成敛财工具。拿着你的5个亿，给我滚！老板威武，腾盛永不为奴。想用钱收买我？抱歉，在我的规则里，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比如守护心中那份纯粹时获得的满足。这是什么？塑料，太廉价了，这种东西卖出去就是赚黑心钱。把材料全给我换了，塑料换成医用级树脂，涂装要用手工手绘，包装盒要用实木的。老板，那一套成本得500块啊，咱们定价多少？50不49包邮，卖一套亏450，卖10万套就是亏4500万，这下稳了。家人们，我疯了！49块钱，这做工吊打隔壁2000块的雕像啊！这哪里是周边，这是慈善！腾盛是在做慈善！黄牛死全家，抢不到！腾盛再上架100万个吧，求求了！老板，炸了，库存秒没，工厂机器都转冒烟了。好事啊，
卖了10万个，快算算，咱们亏了多少？周边本身是亏了4000多万，但是因为周边质量太好，上了热搜第一。昨晚有300万新玩家为了抢周边下载了游戏，一夜暴涨了1个亿。由于质量过硬而导致盈利，我把你当烧钱的柴，你却给我点着了金库的大门。我本想用顶配造个赔钱货，你们却把它做成了聚宝盆。支付宝到账，支付宝到账，停，把它关了。若24小时内无大量支出，将启动保险协议，自动兑换成比特币。怎么还在涨？周边卖完了，游戏流水还在涨。老赵，公司的资金池又要溢出了，系统警告我，再不花钱就要强制转换成比特币了。老板，要不咱们再发点奖金？发奖金太慢了，这种时候必须动用核武器搞基建。我要盖楼，盖一座全世界最贵、最不实用的总部大楼。宋总，这是我们要打造的 CBD 最高楼，空间利用率高达90%。利用率这么高，太省钱了！重做，我要极低的利用率。还有，这套方案采用了节能环保材料，每年能省下几百万电费。省电费？你是看不起我吗？我要烧钱，我要那种晚上开灯能让全城停电的效果。听好了，我的要求只有3个。第一，选址要偏，就在那个鸟不拉屎的郊区，把荒地给我买下来。第二，造型要怪，别给我整方方正正的，我要悬浮，要反重力，要像外星飞船撞地球。第三，内饰要贵，地板要用深海沉木，墙壁要镶嵌陨石，员工椅子一把要10万块。反重力、陨石、深海沉木。宋总，您这哪里是盖楼，您这是要造一座赛博朋克奇观啊！这是我毕生的梦想，哪怕预算超标10倍我也要干。超标10倍太少了，给我超标100倍。预算上不封顶，我就怕你花不完。给脸不要脸！宋江那个疯子竟然敢撕我的合同！传我命令，启动雷霆计划，通知所有应用商店立刻下架腾盛的所有游戏，通知所有广告渠道全面屏蔽腾盛2个字，通知支付平台冻结他们的充值接口。我要让他在互联网上彻底消失，我看他拿什么跟我框。老板，完了，全完了！刚刚应用商店发函，把咱们游戏下架了，搜索引擎也屏蔽了咱们。最可怕的是，支付接口断了，玩家现在充不进钱了。你是说，没有新玩家能下载了？你是说，老玩家想送钱也送不进来了？对呀，老板，这也太贴心了吧！龙腾集团是活菩萨，帮我实现了零收入的梦想。老板，您振作点啊！咱们的现金流断了，公司要喝西北风了。喝什么西北风？咱们账上不是还有几10个亿没花完吗？正愁每天进账太多花不完，李总这一手止血神技简直是雪中送炭，替我给李总送面锦旗，上书4个大字：助人为乐。老板，虽然咱们不差钱，但这口气我咽不下。他们不仅封杀游戏，还威胁我们的服务器供应商断电，这是要把我们的根给刨了。不让我赚钱，我很高兴，但你要动我的人，拆我的台，毁我的亏钱乐园，这性质就变了。哦，想玩绝的。既然他们想玩资本封杀那一套，那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不计成本的降维打击。老赵，通知财务，把那几10亿现金全部提出来备战。线上渠道封杀我们，那就去线下。老赵，拿上这张卡，我要你把广告铺满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地铁、公交站、商场大屏，甚至是农村的猪圈墙上，都给我刷上神魔荒野的下载2维码。老板，线下推广成本是线上的10倍啊，而且转化率很低。转化率？我不看那个，我只要让龙腾集团的人
只要一睁眼就能看到我们的 logo。我要让他们恶心，让他们睡不着觉。龙腾不让玩，腾盛花钱请你玩。扫码下载送50块钱。我操，这家公司疯了吗？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他这是在烧钱换命，他能撑几天？老板，支付通道确实被切断了，玩家现在就算想充钱也充不进来了。充不进来，那就把充值按钮给我改成提现按钮。发公告，因为支付通道故障，严重影响了玩家体验。为了补偿大家，即日起每天登录游戏直接发10块钱现金红包，上不封顶。老板，咱们有几千万用户啊，一人10块，一天就是几个亿啊，这是自杀啊！自杀？不，这是护犊子，敢动我的用户，敢封杀我的渠道，我就要让龙腾看看什么叫现金流的洪水猛兽。他们把用户当韭菜，算计着怎么收割；我把用户当兄弟，算计着怎么给他们送钱。跟我比烧钱，那他们是选错了对手，也选错了坟墓。这是龙腾集团的 offer， 薪资翻倍，16星，还有期权。年轻人良禽择木而栖。翻倍？那我想问问，龙腾有米其林3星厨师做食堂吗？有强制不许加班规定吗？有带薪发呆假吗？我们是狼性文化，提倡奋斗。狼性？不好意思，我是被宋总养刁了的猪性，不去怕累死。伟哥，您是顶尖黑客，来龙腾当技术总监吧，年薪1000万，只要您点头。年薪1000万？年薪1000万。年薪1000万，那我还能穿拖鞋上班吗？还能一边扫地一边改代码吗？如果服务器崩了，老板会给我发奖金庆祝吗？崩了还发奖金，这不合逻辑啊！在腾盛，宋总就是逻辑，别烦我，我还要帮老板把地扫干净。及制作人，龙腾愿意给你独立工作室，预算上亿，这是你实现梦想的机会。预算上亿，还要考虑回本。我的老板给我无上限的预算，只为了听个响。他懂我的疯狂，你们懂什么？你们只会谈钱，太俗。太难了，这帮员工都被洗脑了。不怪你，腾盛的老板实在是毫无人性。不是吧？你们怎么这么不争气？一个人才都没挖走啊！不过嘛，想挖我的人，你们搞错了一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工资只是零花钱，尊严、自由和快乐才是我们发的基本工资。这就是你说的雷霆计划，花了5个亿去封杀，结果帮腾盛垄断了市场，滚！不可能，明明我切断了他们的支付，为什么他们还会赢？面试官好，我叫李建国，我有20年管理经验，曾任龙腾副总裁。我愿意从基层做起，只要给口饭吃。赵明轩，是你？那个10年前因为我在工地偷工减料而举报我，然后被我开除的农民工。李总，记性不错啊。不过我现在是腾盛的执行董事，当年你说我这辈子只能搬砖，没想到吧？对不起，我走错门了。别走啊！李总可是大才，能凭一己之力把龙腾搞垮，这种败家天赋我找都找不到。老赵，给他发 offer， 职位嘛，就定保安队长。毕竟李总最擅长封杀了，让他守大门，肯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呵呵，李总，
这保安服穿好了。记住，曾经你对我爱答不理，今天的腾盛大门你高攀不起。兰慧啊，你终于回来了，学的怎么样？是不是学会了怎么拍那种投资10个亿、票房只有500块的文艺片？宋总，我们上楼再说。宋总，我在国外悟透了，单一的游戏是不长久的，我们要打通小说、漫剧、动画、电影、周边。我要把将军杀拍成大电影，把奇迹诺诺做成时尚综艺，把神魔荒野写成1000万字长篇小说。好，很好，非常好。电影要请最贵的演员，特效要做最烧钱的，千万不要考虑票房，我们要的是艺术。拍电影死得最快了，50亿马上就能烧光。兰慧真不愧是我的心腹，批了，钱不够再找老赵拿。腾盛构建东方迪士尼 IP 生态圈产值突破1000亿。席兰慧被评为年度文娱女王。哎，怎么又没亏钱啊？老板，您真是高瞻远瞩，你让我把这些看似亏钱的项目串联起来，结果创造了1+1大于10的奇迹。兰慧啊，我本以为我拼好的是一张败家的拼图，结果你把它变成了印钞机的图纸。这就是新公司吗？这是公司？这真的不是外星人基地吗？这种赛博朋克风格，在这里写代码，我的发际线都能长回来。哈哈哈哈！光是维持这个悬浮效果，每天电费就得几百万吧？这哪是大楼啊，这是永不停歇的碎钞机啊！太美了！老板，按您的要求，墙壁镶嵌了真的陨石，辐射检测合格，但自带宇宙能量。食堂请了米其林3星团队，还有这个，好，很好。这维护成本太高了，每呼吸一口空气都是钱啊！要的就是这个味儿，只有高成本才能阻止利润的滋生。因腾盛大厦的落成，该区域被划定为新的国家级数字经济特区。腾盛大厦周边地价一夜暴涨100倍，宋江被誉为造城之神。在这个世界上，最无奈的投资，就是我只是想给钱造个坟墓，顺便把自己埋了。结果你们却把它变成了未来的摇篮，还顺手把我抬上了神坛。无敌是多么的寂寞。游戏垄断全球，电影票房影史第一，连盖个楼都成了地标。系统啊，我这辈子是不是没机会亏钱了？我是不是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宿主名下资产总值突破1级文明上限，恭喜宿主！新手保护期结束，正在加载真实模块，位面商城星际版已开启。啥？新手期？我都成世界首富了，你告诉我还是新手？位面商城是个什么鬼？这是1兆，那我辛辛苦苦赚，哦不，我手里这点钱在这个商城里也就是个低保户。是的，地球货币在此处汇率极低，系统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败家资源转化，引导宿主带领文明升级。现在的你太穷了，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我还是个穷光蛋，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核聚变买，飞船买，把地球给我买成宇宙中心。以前我觉得钱是累赘，现在我知道了，钱是燃料。别了，地球首富的虚名。原来我以为我在败家，其实我只是在给地球攒一张通往星辰大海的门票。下面有请宋总为大家致辞，画一画明年的宏伟蓝图。
蓝图、画饼，那个我不会，我这个人面粉过敏，画不了饼。咱们直接点上硬菜。这是真的吗？这得有多少钱？本来想发转账的，但银行说额度太大，系统会崩，所以我就把现金全取出来了。别跟我谈什么期权股票，那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今晚能扛走多少，全是你们的。别数了，数钱太浪费时间，直接用铲子铲，按斤称。这是什么？妈妈问我为什么会重新定义了年会。不够，还差一点。市电网已经满负荷了，再不输入能量，磁场就要崩塌了。老板，停下吧，再抽电，变压器都要炸了。这500亿，咱们认赔吧。认赔？那怎么行？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切断公司财路的机会。谁说没电了？腾盛大厦不是有电吗？数据中心不是有电吗？老板，那可是支撑着全球几亿玩家的服务器啊！还有咱们总部的悬浮系统，一旦切断，游戏掉线，大楼停摆，每秒钟损失几千万啊！阿伟，听我命令，拉闸，把游戏服务器、挖矿机、总部大楼的所有电力全部切断，立刻，马上！收到，为了真理。成了，人类掌握恒星的能量了。这一波不仅烧了500亿，还赔了几个亿的违约金，值了。别心疼那些服务器和电费，想要看见前所未有的光芒，就要做好付出一切的准备。老板，咱们不是做游戏的吗？或者是做周边的？实在不行，拍电影也行啊。核聚变，那不是国家队干的事儿吗？那是个无底洞啊！无底洞，那就对了。游戏和电影赚的太多了，花钱速度太慢。我要找一个能把几百亿扔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到的项目。核聚变就是完美的焚烧炉。托卡马克装置的约束力不够，只要加大磁场，但是需要钱，需要海量的钱。钟博士，听说你是物理界的疯子，说只要有钱就能造出太阳。你也来嘲笑我？滚！我的实验起步就要100亿，而且成功率不到1%，没有投资人会。100亿太保守了，我给你500亿，但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要专利权，还是盈利？要求就是别替我省钱，设备要买最贵的，材料要用最好的。如果500亿烧完了还没响声，你就再来找我拿。500亿只是为了听个响，您才是真正的疯子。宋总，您是做娱乐起家的，现在跨界搞核物理，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专家还说，民营企业搞可控核聚变就是天方夜谭，纯属骗融资。您怎么回应？骗融资？我是来送钱的，谁稀罕融资？专家说的对，这就是天方夜谭。但我有钱，我乐意听个响，哪怕最后只造出来一个大号的电暖器，我也认了。世人都笑我太疯癫，但他们不知道，只有疯子才会试图点燃太阳，而我恰好是那个有钱的疯子。烧吧，把这漫漫长夜烧出一个黎明来。不够，还差一点。市电网已经满负荷了，再不输入能量，磁场就要崩塌了。老板，停下吧，再抽电，变压器都要炸了。这500亿，咱们认赔吧。认赔？那怎么行？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切断公司财路的机会。谁说没电了？腾盛大厦不是有电吗？数据中心不是有电吗？老板，那可是支撑着全球几亿玩家的服务器啊！还有咱们总部的悬浮系统，一旦切断，游戏掉线，大楼停摆，每秒钟损失几千万啊！阿伟，听我命令，拉闸，把游戏服务器、挖矿机、总部大楼的所有电力全部切断，立刻，马上！收到，为了真理。
成了，人类掌握恒星的能量了。这一波不仅烧了500亿，还赔了几个亿的违约金，值了。别心疼那些服务器和电费，想要看见前所未有的光芒，就要做好付出一切的准备。老板发了，彻底发了。按照现在的市场价，1度电卖5毛，咱们的成本几乎为0，咱们每天躺着就能赚几十个亿。几十个亿，每天？那我的资产岂不是又要翻倍？系统岂不是又要判定我经营成功？不行，绝对不行！这钱太烫手了，我不能要。全球股市屏息以待，腾盛掌握了能源命脉，电价将决定未来世界的经济走向。想给我送钱，没门！我要把这桌子掀了。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价格，经过慎重考虑，为了亏钱，我决定腾盛输出的所有电力价格为0。0，免费？宋总，您是认真的吧？疯子，他这是在破坏市场，他这是要我们的命。不仅免费，电的维护费、基站建设费，腾盛全包了。我就是要让数字变成赤字，变成0。宿主行为已触发文明晋升条件，声望值突破天际，正在开启通往星际的大门。别用那种崇拜的眼神看我，我只是嫌收钱太麻烦。而且阳光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为什么能源不能是免费的？今晚这盏灯为全人类而亮。怎么回事？老赵，我不是宣布电费全免了吗？为什么利润反而翻了3倍？老板，您这招免费太高明了，因为能源免费，全球的高能耗产业、炼钢、数据中心都抢着把工厂搬到咱们大楼附近，咱们光是收排队费和地皮租金，一天就进账100亿。警报：宿主现金流已突破地球金融承载底线。逼我是吧？好，那我就玩个大的。在这个地球上，什么东西最长、最贵、最容易烂尾？我要建一座电梯，不是上楼的电梯，是太空电梯。这种的，我要从地面一直修到同步轨道，全长36000公里。老板，那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啊，强行造，风一吹就断了，咱也没那个材质啊。对，我就要它断，修了一半断了，几万亿打水漂，这才是败家的最高境界。这预算无上限，材料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地球太挤了，装不下我的钱，我得重新找出路。既然如此，那就修一条管子，把钱抽到天上去。这项目代号就叫散财童子金天塔。宋总，目前最理想的材料是碳纳米管。碳那不就是碳灰吗？太便宜了，黑乎乎的也不好看。我要用钻石，把金刚石给我拉成丝，做成缆绳，在阳光下要五彩斑斓，要闪瞎全人类的眼。老板，金刚石虽然硬，但它脆啊，而且要把钻石拉成丝，这工艺成本得是碳纤维的10000倍啊！1万倍，太好了！我就喜欢它脆，越脆越好。老黄，全城的珠宝店我都包了，去收钻石。老板，您是对的，传统的物理拉伸不行，但我用了纳米重组技术，把钻石粉末按斐波那契数列重新排列。这不仅仅是缆绳，这是上帝的琴弦，它比钢铁硬1亿倍，而且绝美。硬1亿倍，说好的风一吹就断了。神技！老板，这材料如果用来做防弹衣或者坦克装甲，咱们又能垄断军工市场了。坚固不，我要的是易碎的奢华啊！为什么连钻石都背叛了我？老板，这是我从各大空军基地挖来的退役王牌，个个都抗过载9G，心理素质顶尖。不要，太正常了。
正常人遇到危险会逃生，会保护飞船。我要的是那种根本不在乎飞船炸不炸的人。那个穿着星球大战绝地武士 cosplay 服的小胖子。我吗？对，就是你。你有300斤。好，录取了。宇航中心伙食标准，给你翻倍。那个黑眼圈比熊猫还重，头发像鸟窝的网文作者。你简历上说地球没意思。对，我想去火星种土豆，写进新书里。录取，种土豆项目归你管了，预算无上限。我懂了，传统的宇航员是操作员，但在高度智能化的未来，我们需要的是体验官。胖子代表了飞船的运载冗余，网文作者代表了对未知环境的想象力。老板，您这哪里是在招宇航员？您这是在为未来的星际移民做超前社会学实验啊！高，实在是高。这操作界面跟神魔荒野的飞行坐骑一样啊，简单。哦，因为飞船的初级操作系统内核就是我用神魔荒野的座机操控插件改的。忘了这茬了，这帮死宅才是最适应虚拟操作系统的人类，身体素质好有什么用？算了，老赵，把那几艘黄金飞船拖出来吧，我就不信他们能把那堆金疙瘩开上天。宋总，这是砖头啊，这根本不符合空气动力学。在太空中要什么空气动力学？我要的是重，是贵，是那种撞到陨石，陨石碎了，它只掉点金粉的霸气。老板，这太美了，这是绝对几何主义在太空时代的终极表达。正方体代表了宇宙最原始、最稳固的基石，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做黄金方舟败家号。败家号，这名字好，飞不起来才叫真的败家。只要缆绳一断，或者电机烧毁，这几万亿就听响了。点火！老板给了无限预算，我给这台电梯装了100台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动力输出无限大。老板，这金壳子太好用了，完美反射所有辐射，咱们可以在里面裸奔。力大专飞，古人诚不欺我。既然上天了，那就给我滚远点，去火星，别回来了。地球上的垃圾太多了，处理太费钱。传我命令，启动星际搬运计划，把地球上的工业废料、建筑垃圾，还有我以前买的那些卖不出去的库存，统统运到火星上去。老板，运费比垃圾贵1万倍啊！这就对了，我要的就是运费贵，我要把火星变成全宇宙最贵的垃圾场。废旧轮胎堆成金字塔，电子废料铺成电路板形状，那是艺术。老板，神了！您运过去的这些垃圾正在发酵，释放巨量热能和温室气体。火星的温度正在升高，冰盖融化了，大气层正在形成。您这是在用最低的成本进行星球地球化改造啊！老板，咱们那个垃圾场现在成了全太阳系唯一的宜居新区，而且因为那里远离地球的内卷，只有游戏和艺术被誉为人类最后的伊甸园。我只是想到垃圾，为什么垃圾堆会长出草来？为什么我在火星上也能搞房地产？检测到宿主拥有2颗宜居星球资产，文明等级提升。恭喜宿主完成隐藏终极任务——地球文明补全计划。补全？我不是一直在败家吗？以最纯粹的不计成本，突破商业社会的算计，推动科技的起点，用金钱铺平了人类的未来。火星宜居
星际航行，系统使命已达，即将解绑，剩下的财富是对宿主大智若愚的奖励。再见宿主，去享受你亲手创造的时代吧。老板，好消息，火星2期工程竣工了。另外，老赵啊，在以后这种赚钱的事，别跟我汇报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只要别把地球炸了，随便你们怎么折腾。啊？那您打算干什么？又要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项目吗？我的项目就是躺平，从今天起我退休了。来，走一个，庆祝咱们终于不用再为了怎么花钱而发愁了。老板，其实当年您让我用黄金分割线去摆垃圾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您疯了。还有那个劝退游戏，我当时都准备好去电子厂打螺丝了。我这辈子最服的就是老板当年买那堆破床垫。其实，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那床垫睡着挺舒服的。老板，您又凡尔赛了，罚酒。不用担心明天会破产，也不用担心明天赚太多，这种枯燥且乏味的富豪生活真香。